各位網友，大家好啊！玩書走天涯，走進歷史，走出現實。就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現實中又發生了這個大的變化。什麼變化呢？就是美股啊，芯片股、半導體股票大跌。給大家玩書，跟大家交流交流啊。玩書呢又賭對了，就在上周。哪一個股票赌對了呢？大家知道玩書不就幾個股票嗎？一個是 Adobe， 一個是 PayPal。PayPal 要被這個 Stripe 它的競爭對手啊，私有公司還沒上市要收購啊，所以這個 PayPal 是逆勢上漲了120%啊，玩書又大賺一票。這樣算下來，玩說這個從0到100萬美金，這個目前基本上接近3萬美金了啊。但是時間過去了2年，所以玩說未來還要抓緊啊，每年搞個40-50%才行。不保40-50%，還需要再做點直播，再挣點這個變現的錢，知識變現的錢，對吧？所以這塊先不說了啊。PayPal 又賭對了，玩說又搞对了啊。那麼我們看一下這次的美國的這個股市的啊。這一場下跌到底怎麼回事兒？玩書談着看啊，玩書一直是反對 AI 大模型的嘛，唱衰 AI 大模型，所以玩書特別喜歡看到这指數大跌，尤其这個芯片股大跌，標普裡面差不多3/4的成分股都在上漲，是美股上漲了，是吧？指數呢卻下跌了0.51%，其實就是一個原因，就是芯片的一個板塊就跌了4.3%。啊，它是大盤跌幅的8倍，所以有個這個華爾街的資深策略師一句話點破：芯片現在佔了標普500的2成，在30年前才8%，現在增長到2成了。把這幾隻票拿掉，剩下的市場其實是活得好好的。所以這不是一個普跌，是一場被少數權重股綁架的一個叫假衰，對吧？所以玩說的其他股票Adobe漲得蠻好，PayPal漲得蠻好，對吧？是吧？對吧？那麼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拿了一個台積電說着看啊，台積電是台灣的一家公司啊，它交出一份創紀錄的財報，本該是這是股市定心丸吶，結果股價咔嚓跌了4%，市場揪住的它不是利潤。是他把今年的資本開支上調到了600到640億美元，還要給亞利桑那州再砸1000億啊，建那個數據中心吧。那麼翻譯過來人話就是 AI 這場軍備競賽的賬單還在往上翻，所以芯片股已經走到了就是好消息都不夠用的階段了，業績再漂亮你也抵不過依據資本開支超預期。所以玩說有個視頻講過了嘛，華爾街終於醒了。這一場這個軍備大戰，這個是吧？這個大躍進，資本大躍進，這樣盲目投資到底對不對，合不合理？大家多問一問。我們再看看玩說已經拋出的谷歌啊，谷歌又是另外一道裂縫，收跌了4.44%，一天蒸發了將近2000億美元的市值。彭博爆料他的旗艦大模型啊 Gemini 3.5 Pro 已經落後原定計劃好幾個月，在這個 AI 定生死的行情裡，掉隊比虧錢更加的致命。市場對那些龍頭失速的容忍度這基本是0了啊！這點我還說跟谷歌抱屈啊！什麼時候谷歌再跌到300塊錢以下，我還說還是願意拿點貨的，對吧？向巴菲特學習啊！但是其實呢，美國股市錢沒有離場，只是掉頭又沾進了防禦股和價值股。我們就看一看這個聯合健康暴漲了11%，它的2季度的每股盈利達到6.38元，把預期又甩開了3成，還第2次上調了全年的指引，帶動了整個醫藥這個醫保板塊翻身雅培漲了11%。這一點呢，玩說就要說一下巴菲特了。玩說這看來有問題，為什麼呢？玩說建倉 UNH 是在巴菲特建倉之前拿的價格比他還好一點，後來巴菲特也拿貨了，玩說吃了個定心丸。這是在去年玩說做視頻，大家可以翻過去看看啊。
但是王叔有個特點是什麼呢？就是我是比較盲從巴菲特，因為巴菲特老先生是他做保險起家的，王叔不是搞保險，王叔只是原來在國內，在中國大陸搞些金融保險這個行業，這個做下管理諮詢項目是吧？對保險本身公司這個是吧？尤其美國的保險公司研究的肯定沒有巴菲特透嘛。巴菲特把永 A 就出貨了，我想我也出了算了，他老先生出了吧，我跟着出吧，我買比他先買，我出反正他出我也跟着出，也不會犯大錯，看来又犯個大錯了。以後啊，完说以後啊，再不跟巴菲特了啊，再不跟那個阿貝爾了，我該怎麼做自己怎麼做。他每年20%，我覺得太低了。我完說以後40%左右啊，每年這個收益率啊，才能是吧？才能到時候搞100萬美金吧，否則就現在3萬塊錢，你現在還要8年，那完說怎麼搞3萬美金呢？是吧？還要掙點錢，是吧？搞個30-40才可能。好，我們話說回頭來啊，再說一下這次的這個醫保板塊的翻身是吧？雅培也上漲了，另外呢還有沃爾瑪、好事多、家得寶啊、Visa 卡、萬事達卡一起走強。整個上周的美國股市活脫脫的一張避險換防的一個地圖，對不對？它根本不是下跌，是在上漲。所以玩叔尤其不舒服啊，就永 A 就抛少了，你看对吧？該賺的錢沒賺到手，是吧？但是呢，聯合健康呢這份漂亮的答卷裡面呢，還藏着一個值得琢磨的細節，它的利潤是大漲。這跟我原來預期一樣，它靠什麼呢？靠的一部分是主動甩客戶甩出來的，那些有的老弱病殘，它不承保了，它的參保人數環比少了52.5萬。今年以來累計掉了130萬，這點王指導早就知道，他就是這麼搞來拋棄包袱來加高利潤吧。所以他的 CFO 直接說，這醫療成本太高了，保費貴的讓人保不起，是吧？因為他不願意這樣服務嘛，是吧？少了人頭反而多了利潤，那麼這種賺錢的方法能不能一直持續，這倒是一個問號。但是資本家老子都不是白長的，是吧？你不賺錢我不保了，媽的，川普這個搞法呢，我們覺得有別的問題。川普就干涉這個醫保這條線啊，包括干涉這個洛克希德馬丁啊，這個什麼不能回購啊，這什麼 CEO 工資薪金不能太高啊，這有點過多了。話說回來啊，今天真正的故事它不是崩盤，而是這台指數已經被芯片綁得太緊。同樣是財報季，你看台積電、聯合健康都交出了這個炸裂的業績，一個是被拋，一個是被搶，區別在什麼地方呢？區別在於它是否站到了已經曾經擁擠交易的那一邊，是吧？就是原來的芯片股、半導體股上半年漲得太高了，是吧？據說現在這個韓國的這個方面也崩盤了，崩了之後，有這個20%到1/30的韓國年輕人因為槓桿投資啊，對不起，咔嚓就爆倉了。所以這個槓桿投資啊，趁熱點大家都去蹭是最不合適的。王叔從來一輩子不蹭熱點，什麼你不去搞我去搞。人家貪婪時我恐懼，人家恐懼時我貪婪，這一點巴菲特王叔是崇拜老八。不要跟熱點，是吧？反正我的同學問王叔，我不跟熱點，你跟那就沒有好處。你看這韓國年輕人可憐兮兮的，有這個20%到1/30的這爆倉了，年輕新爆倉了，怎麼辦？那錢怎麼還呢？對不對？最近還有一個事情啊，王叔看到了什麼？就奈飛啊，這個盤後也開始大跌了。奈飛的業績還不錯，對吧？為什麼大跌呢？王叔再評論一下啊，因為奈飛說句實話，我認為就是個左媒，是吧？是吧？大左媒，你看啊，什麼叫左媒呢？這個，他的每一部電影我都去看了一下，他的男女主角一定有一個黑人，一個白人。尤其這段時間拍的電影，往往是白人是壞人，黑人就往往都是好人。這一點王叔真是看不下去了。這個我當年在中國大陸這看那個時候的這個是吧，貧下中農工人階級都是高大上的，是吧？其他都是壞人，就是工人農民是最好的。但是實際上工人農民是不是有權利呢？有選票呢？是吧？能決定自己呢？你看那個左媒把那個黑人放在前面，是吧？說是反種族歧視，實際上這就是一個叫什麼
種族歧視的一個敘事，正好要反過來看。你看這次的奧德賽也在翻車，對吧？因為大家從這個史詩文學的視角來看，海倫作為因其容貌引發了特洛伊戰爭的一個符號，歷史上長久以來在西方藝術中都被構建為白人女性的審美的極致啊！你搞一個是導演這個若蘭選擇了這個洛皮塔的李永奧出演啊，這個黑女人長得也不那麼美，对不对？但是她是對傳統西方中心這個主義審美的一個挑釁。那麼這種選角的決策呢，通常基於是色彩盲選，就只要是黑人，那我就選他，是吧？他跟那个大众化的这個普世的這個美感就是完全不一致，對吧？你這樣做是吧？就打破了曾經的歷史上的傳統的特洛伊第一美女這個印象，這就被大家認為是一種什麼？為了政治正確而破壞敘事的一種為政治正確而正確的，所以他在油管的那個預告片這個點讚和點彩的比率，那他大幅的都點彩。其次呢，這個影片的爭議的核心在於審美預期與角色定義的脫節。海倫不僅僅是一個虛構的角色，更是西方古典文學中的美的圖騰。你搞了個奧德賽個電影視覺這個符號和觀眾大腦中承續了數千年的基因文化集體的記憶，你想打破幹什麼呢？是不是？你就延續這種傳統就夠了，你不需要這個標新立異，不需要為了黑人而黑人。所以產生反感是社會心理學上的一個必然，對吧？加上電影在劇本制作等方面也沒有通過卓越的表演彌合這一視覺的鴻溝，所以觀眾很快將不適感歸於選角，從而引發對制作方強勢多樣性的負面的聯想。所以奧德賽翻車了，翻船了。所以賴飛現在也在翻船紐約時報未來也在翻船，這一點我還說是反對巴伯特的是什麼買什麼紐約時報大左媒是吧？大左媒假新聞是吧？淨幹這些事兒是吧？我希望他以後這個民主黨上台了，他也幹唱反調，那我點讚。別川普在台上，共和黨台上，你這唱反調，對不對？是吧？所以我說總結你看，政治經濟學，政治在前面。你奧德賽的你的導演你賴飛的這個 CEO 是吧？你的政治掛帥是吧？什麼政治正確還是 DI 的文化？對不起，你的股票也咔嚓，你的電影也就咔嚓往下栽，對吧？所以政治經濟學，政治在前面，經濟在後面。所以我們要炒股票要賺錢，你政治上你雖然你不一定參加投票，你可以了解，政治上錯了，經濟上你也好不了。這就是王叔給大家分享的結論，好吧？所以王叔又一次賭對首先是在政治上站對了，然後在經濟上我也站對，所以未來賺錢又是王叔的王叔在股市，美國股市又是白撿錢了，又是白送錢了，太好賺了以上觀點講的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和王叔互動，打在屏幕下方，謝謝大家。讓你能夠聽到我的心，什麼時候也能把我想起。